美国政府提供航运擔保靠譜嗎？大家好，歡迎回到宋時新語。那截止到2026年的3月5號啊，霍爾木茲海峽呢正處於半個世紀以來最危險的時刻啊。隨着美以聯軍進入的關鍵階段這個行動啊，伊朗啊宣布封鎖這條全球能源的咽喉要道，全球航運體系啊在72小時內系統性的中斷了。就在這個時候啊，美國總統特朗普呢祭出了一項極具個人色彩的非對稱手段，由美国政府直接提供航运保險，並且啟動海軍護航，這就立刻引發了3個連環的問題。就是美國政府它畢竟不是保險公司啊，不是商業保險公司啊，它憑什麼承保呢？第二個呢是國際郵輪，你換保險這個手續這個複雜程度恐怕遠超想象吧？這套方案在操作上靠譜不靠譜？第三個就是伊朗聲稱啊，只允許中俄的船只通行。那這張牌它究竟是戰略籌碼呢，還是色厲內荏呢？今天啊，我們就逐條討論這3個問題。那在進入這個核心問題之前啊，我們要先建立一個基本的數字坐標啊。這是霍爾木茲海峽呀，最窄的地方不足40公里的通航水道。實際上，如果大家打开那图啊，會標出海水的深淺來。它承載着呀全球近20%的原油供應啊，日均流量大概是2000萬桶。那這條海峽的戰略意義啊，不在於它的軍事價值本身，而在於它幾乎是波斯灣所有產油國啊，就是沙特、伊拉克、科威特、阿联酋以及伊朗自身進入國際市場的唯一出口，沒有替代路線，沒有备用方案。說實話啊，看到這個圖之後啊，我突然靈機一動，如果阿曼挖一條運河，哎，就在那個尖尖的位置，是不是就可以避開伊朗呢？這是剛想起來的啊，這個還沒有申請專利呢啊，開個玩笑啊。那在進入這個核心問題之前啊，這個我們說這個數字的變化呢，實際上是這場危機的最直觀的注腳。因為戰前霍爾木茲海峽的日均通行船只啊，大概是135到140艘。那戰爭爆發後呢，數字在2個小時之內，哎，就发生了斷崖式的崩塌。2月28號啊，通行量呢降至91艘，降幅33%。3月1號啊，降至26到44艘，降幅大概70%。到3月2號，僅有8艘通過啊，其中7艘是小型郵輪，1艘是氣體船。到了3月5號，日均通過的超大型的原油運輸船，就 VLCC 數量已經清零了。那與此同時啊，私營戰爭保險單從3月5號起開始大量失效了。倫敦市場啊，多家這個 P&I 俱樂部暫停承保，所以 VLCC 的日租金從危機前啊，就是說那個數字啊，飆升到了31萬到42萬美元，保險單是急劇這個費用激增。在克拉克森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啊，大概有3200艘船被困於波斯灣之內啊，另外有500艘啊在阿联酋或者阿曼海岸拋錨觀望。所以 AIS 的追蹤平台的畫面啊，呈現出鮮明的西堵東西的格局，就是波斯灣內側超過3000啊，剛才說的啊超過200艘的大型郵輪，還有 LNG 船，它的密集拋錨於迪拜啊、富查伊拉、沙迦的外海。而東側的阿曼灣大概有16艘等待，43艘呢已經改道繞行好望角，這條路也要多花14天。所以這就是這場危機的數字基礎啊，因為在此之上呢，才会有後面的所有的政治、金融和軍事的博弈。那第一問呢，就是美國政府剛才說的，他憑什麼承保呢？3月3號啊，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啊，就是他所謂真相這個媒體平台發文說，責令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 DFC 立即以非常合理的價格為所有途經波斯灣的航運提供政治風險保險及財務擔保，並且呢是必要性啟動海軍護航。那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估計和我一樣啊，你政府又不是保險公司，你這是靠譜不靠譜啊？所以我們要理解這個方案，要搞清這個 DFC 啊，它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DFC 全稱啊叫美國國際開發金融公司。哎，巧了，中國也有這樣的公司啊。那前身呢是海外的一個私人投資公司叫 OPIC，它的法定使命呢
是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私人投資項目。它的政治風險保險叫 PRI 產品啊，它的法定覆蓋範圍明確包括宣戰或者非宣戰戰爭、敵對行政、恐怖主義破壞這些政治暴力風險。在2025年12月啊，這個再授權法案已把它或者有負債上限提升至2050億美元，就是那麼這兒有一個關鍵細節需要說清楚啊，就是这50億美元呢是國會預授權額度，不是需要臨時撥款的預算項目。換句話說呢 ，DFC 動用這筆額度，無需逐條的申請國會批准，賠付的最終啊要依托美國政府的主權信用兜底兒。這就跟很多人以為的政府承保需要國會臨時撥款啊，这是兩回事。這2050億給他了。我們要理解這一點呢，特朗普的這個方案就比較清晰了啊，他不是在做這個傳統意義上的商業保險，而是在做主權替代，就大哥給你兜底兒。私營市场啊，因為風險不可定價，他退出了。那政府呢，用國家信用強行接管這個真空，把原本不可靠的啊、不可保的這個風險呢，轉化為有主權信用背書的可操作風險。那這種操作有沒有歷史先例呢？有，而且還非常直接啊！在1987到1988年的兩伊戰爭的油輪戰期間啊，私營保險市場呢同樣就撤出了波斯灣啊。美國呢通過代號為 Onistvere 的行動這個方案，給科威特油輪呢臨時懸掛美國國旗，提供海軍護航，並且由 OPIC 啊，就是 DFC 的前身，這些機構提供戰爭風險擔保。那數百艘油輪啊，就在美軍的護航下成功的穿越。那儘管期間呢發生過多起的这個襲擊事件，但是石油的運輸啊大致沒有完全中斷，私營市場呢最終也得以逐步恢復。所以那次行動啊是二戰之後最大規模的海軍護航行動，證明了這一套所謂的國家信用加軍事力量這種協同模式在特定條件下確實有效。所以 DFC 當前的方案啊和過去那個威爾行動是高度相似的，直接出單給船東或者給私營保險公司提供再保險，目標呢是填補市場空白，重啟流動性。保費呢被設定為所謂非常合理啊，就是說報道說是遠低於私營市場的這個當前水平。那麼後者呢是在危機後啊已經上漲了大概12倍，就是現在的真正的商業保險漲了10幾倍了。但是有效不等於完美啊，這套方案其實是有兩個結構性的內在矛盾的啊。那後面第三問啊我們會詳細展開。我們繼續說第二個問題，那手續上靠不靠譜是吧？那不是說你一張嘴他就保險了，哈哈。就是有的人呢，就我這個說這話題之前發過一個 post 啊，就說你開車上了高速是吧？你發現天色不好，立即換一家保險公司應對，你估計要下雹子了，這個靠不靠譜呢？那當然是不靠譜了，是吧？新保險公司它需要核對你的車輛信息，完成核保，收取保費，等待保單生效，而且最根本的是呢，沒有任何保險公司啊，在病保已經開始落下的情況下，給你承擔這個病保險，這叫帶病投保，是保險的最基本的禁忌。保險公司沒傻到那地步，是吧？那麼郵輪換保險的這個複雜程度啊，是剛才那個車保險的應該說幾十倍都不止。我們先說船本身的這個核保難度啊，一艘啊 VLCC 的價值啊，也往往在2億美元上下，加上貨物啊，可以達到10億的量級。那核保需要什麼呢？船機師的認證、船期國的登記、船齡的船況報告、船員的資質證明啊，就是屬於一些國際證書，還有貨物類型，是原油、LNG、化學品，各種風險模型不一樣的，還有經區航線，每一項都需要文件核實，不是說填個表就能解決的啊。再說呢，就是郵輪保險的這種多層結構啊，一艘正規郵輪啊，它的保險呢不是一張保險單，而是疊加結構啊。就 P&I 啊，它的互保協會負責第三方責任和人員。那船殼險呢覆蓋船體的損毀，戰爭險呢覆蓋武裝衝突，貨物險呢由貨主或者租船方另行投保。那還有什麼失蹤權尊險啊等等，每一層獨立核保、獨立簽約，你更換任何一層都會牽動全部，甚至可能觸發銀行融資合同條款裡邊的違約條款。
所以面对現實啊 ，DFC 的方案它怎麼能簡化這個手續呢？所以在 DFC 官網啊公布了指定的聯繫郵箱啊，那麼 maritime 這個 @dfc.gov 啊，船東啊租船方面保險公司可以直接發邮件啊申請支持，這是一個批量快速通道，而不是說走正常的政治風險保險的完整流程。因為通常是需要 Form 002注冊加 Form 003正式申請，再加影響評估，一般要耗時幾周到數月啊。所以在危機的特例下 ，DFC 可以把這個審批流程壓縮到數天，目標呢不是完美覆蓋每一個細節，而是讓船敢動，讓油能夠流動。那麼歷史上我們講過，1980年代的 Honest Weir 行動啊，也採用了類似的這种批量簡化的邏輯。郵輪上臨時換美國旗，簡化法律關係，海軍護航加政治擔保捆綁，船東的實際操作門檻就大幅降低。講到這兒啊，我心裡還是有點感觸的，就是感覺美國總統啊也不那麼難當。很多朋友猛一聽這事兒，這是不是特朗普自己腦子裡有的東西啊？不是，這都是有慣例的。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大量的東西都是遵循慣系、遵循法律。你這個總統啊，你只要手下的智囊團腦子夠靈光，找過去的案例，這個總統當的就大差不大了，你就不要起高調就行了。但是川普呢，他還真是個起高調的啊！不知道起高調的朋友可以查查東北方言，我這是剛學的啊。但這兒啊，我們有2個質疑是必須正視的。第一個質疑是什麼呢？就是立即生效是政治語言，它不是法律合同，是吧？那一封發往 DFC 的郵箱的郵件啊，不等於保單成立啊。戰爭損失的賠付啊，觸及了這個觸發條件認定，就是伊朗導彈擊中，需要確鑿的因果證據，需要衛星圖像、海軍報告，多方核實。流程啊，可能耗時數周乃至更長。所以特朗普声明呢，他實際上跳過了具體的定價機制和實施时間表，從政治宣誓到保單落地之間是有一段不小的这個執行的鴻溝的。那第2個質疑呢，就是再保險復活原有保單的這個邏輯是存疑的。有觀點就認為啊 ，DFC 作為再保險人，可以給私營保險公司提供賠付能力的背書，從而讓私營保險公司重新願意承保。現在就這個逻輯在技術上是有漏洞的呀。私營保險公司它撤保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們缺乏這個賠付能力，而是他們的精算模型已經崩盤了，没有人能可靠的計算導彈打擊的概率以及巨額污染和業務這個中斷的損失。你政府是兜底了賠付能力，但是它沒法修復這個定價模型本身。如果沒有清晰的定價這種指引或者強制參與的機制，私營市场可能還會選擇觀望。你就是我想給你保，我算不出來呀。所以綜合來看呢，手續的複雜性在這一場危機中確實被暴力簡化了，這也是咱董王一貫習慣的做法啊。但是簡化的代價呢，就是把這法律細節和賠付流程這個風險後置了啊。短期內這套方案更多的起到的是心理戰的作用，給船東一個政府在背后兜底的這個信心或者信號啊，而不是說一張立刻就可以兌現的保單啊，我船冒火了，你馬上賠我錢。那第3個問題啊，就是伊朗的這個中俄專屬通道這張牌，它是籌碼呢，還是一種政治幻覺呢？在這一場的危機中啊，另一個引發廣泛討論的議題就是伊朗革命衛隊啊，通過無線電啊 VHF 廣域廣播啊，向海峽內船只通話，說什麼呢？只有中國和俄羅斯所屬船只可以通过霍爾木茲海峽，並且警告任何未經授權的過境船只將面臨燒毀的威脅。注意啊，是中國和俄羅斯，不只是中國啊，很多報道呢把這个內容細節給漏掉了，而這個細節本身就是個問題。伊朗啊，他打這張外交牌的這個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啊，感謝中俄呢在聯合國對美以的軍事行動啊，這個強烈譴責了，是吧？我們譴責了，通過優待友好國家來分化國際陣營。同時呢，也給自己的封鎖行動貼上一個定向制裁，而不是說不分青紅皂白白我就打你的這個標籤，讓自己看起來呢更像是我還握有主動權，各想打誰再打誰。但從實際數據來看啊，這張牌它的落地效果是遠不如它的政治意圖那麼不可說。AIS 啊追蹤數據顯示，
戰爭爆發之後啊，中國背景的 VLCC 就是大型的郵輪，不僅沒有大規模通行，反而和其他國際郵輪一樣，選擇在阿曼灣泡沫觀望。有記錄極少數通行案例裡邊，有船只啊在接近海峽的时候就主動關閉了 AIS 應答器。什麼意思啊？就是隱身後才敢通過，而不是正大光明的通行，也不是掛着旗啊，掛着国旗就過去了。你这是蒙着眼睛在走独木橋啊。那為什麼中國船也不敢過呢？原因也是前面說的多層原因的疊加。第一個就是保險的困境，即便伊朗啊承諾我不打中國船，那正規的中國船东依然面臨无戰爭險就无法合法航行，就是銀行拒絕提供融資的這麼一個现實。所以伊朗的豁免啊，它解決不了保險公司的問题。第二個是誤傷的風險啊，美以呢持續對伊朗的这個岸防設施啊實施打擊，這個強電子干擾呢導致敵我識別系統啊在整個海峽區域是高度混亂，這是很多的這個博主都沒有提到的。超過1100艘的船只，它的 AIS 信號已經遭到了干擾啊，部分船只呢它的定位啊被人為轉移到了陸地位置，所以中國郵輪也同樣擔心在打擊中被誤傷。再一個就是外交兩難，如果你接受了伊朗的這個特殊待遇，那在美以眼中就意味着喪失了中立性，可能引發額外的政治代價。你不接受呢，又要面臨保險的真空，這就是一個燙手山芋。所以中國政府的實際表態呢，也印證了這種審慎啊。中國外交部呼籲呢，各方立即停火，維護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安全，保障自身能源供應。措辭的核心是油還得要留，而不是說支持封鎖。那北京要的是穩定的能源輸入，而不是站队啊，一场站到一個讓自己的油輪陷入險境的這種地緣博弈裡邊。所以更深層的諷刺就在於呢，伊朗宣布呢只對朋友開放的這條路啊，本身就是主要是這個他想讓朋友用，但實際數據是什麼呢？霍爾木茲海峽通用郵輪裡邊超過70%目的地是亞洲，中國單獨占了相當比重，所以這就不是網開一面了，是要把自己已經沒法關的門重新貼上一個只對朋友開放的標籤，讓自己看起來更有主動性，實際上就是擺個樣子，讓臉面看起來好看。所以川普啊對這個局面的反應還是有一定的戰略性，他沒有嚴厲的禁止，而是把只有中俄船只通過的這個現象呢作為伊朗操縱航道安全的證據，給美軍護航干預提供更充分的道義依據。同時呢把 DFC 保險單啊這個保險方案定位為什麼呢？爭奪海上秩序守護者這麼一個話語者工具。所以呢他呢是在做在行動了，所以在这場博弈裡邊啊，沒有人的算盤能打得這麼精明的啊。所以討論到這兒呢，我們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戰略邏輯需要單獨拿出來說，就是否則呀我們整個分析就會停留在表面了。就是通常的分析啊會聚焦於伊朗它的軍事手段，比如說岸防導彈啊、水雷的布設、快艇的襲擾、無人機的集群，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威脅。但如果僅從武器裝備的維度來理解這場封鎖，會錯過一個更本質的東西。伊朗啊真正的戰略武器，它不是任何一種具體武器，而是不確定性本身啊。一艘 VLCC 啊就超級油輪，滿載時價值是數億美元，加上貨物可以達到10億量級啊。船東在決策是否過境的時候，並不需要伊朗真的擊沉一艘船啊，他只需要看到有擊沉的可能性的時候，就會選擇規避。這就是保險精算學裡邊的基本邏輯。當風險無法被精確計算的時候，承保人的第一反應就是退出市場，我不幹了，而不是說強行定價，我漲100倍，漲100倍他也不幹。所以普通車險呢，刚才說的兵保險什麼的，它能正常運作呢，是因為車禍是統計意義上分散的、隨機的啊。保險公司呢用大數定律，它的平滑風險是吧？但是一枚主动瞄準的導彈根本不符合這個假設，損失它不是隨機的，是定向的，損失的規模也不是分散的，是災難性的，風險也不是未來可能發生的，是正在發生的。所以保險數學的基礎在這兒就徹底的怎麼了？不好使了啊。所以呢就產生了一個伊朗幾乎不需要付出多少軍事代價就能維持的這個封鎖效果，就是船東的恐懼，它替代了物理攔截。伊朗呢只需要每隔幾天實施一次襲擾，維持呢不確定性的存在，就足以讓整個航運市場止步不前。
這個比全面的物理封鎖更難应付。打一槍換個地方，全面封鎖呢有清晰的这個法律出發點，有明確的戰爭邊界，可以形成確定性的應對方案。而這個模糊封鎖是沒有邊界的，它沒有宣戰，沒有系統布雷，只有零星的威脅和偶發的打擊，就制造了幾乎相同的經濟後果。所以這個呀才是美軍護航它的方案面臨的真正挑戰。你護航可以提供物理保護，但是沒法徹底消除這個不確定性本身。只要伊朗它保留了基礎的打擊能力，哪怕每周只打一艘船，不確定性就会持續存在，市場的信心呢就没辦法完全恢復。那麼現在這個護航方案它是有一定的現實困境，就是1980年代的歷史它不能直接複製的。前面說過，歐內斯特威爾行動這個歷史先例是整個方案中最有力的這個證據支持，也是美國他做這個行動的法律依據。但是把這個先例我們直接平移到2026年我們從80年代穿越到未来，就是現在存在幾個關鍵性的結構性的錯位，我們不能裝作看不見。最根本的差異是什麼呢？就是軍事能力的代差。1987年的伊朗海軍它的綜合作戰能力遠不如今日。那麼當前伊朗部署的这个高超音速的这个反舰导弹、智能感应水雷以及无人机集群使得这个護航你的隊列本身就成為高價值的打擊目標更關鍵是什麼呢？美軍艦艇在霍爾木茲附近同樣處於伊朗導彈的這個打擊範圍之內，護航旗幟不能使軍艦免除在這個反艦導彈之外。水雷的問題呢也很棘手伊朗呢已經在海峽及周邊布設了智能感應水雷，這類水雷呢不靠接觸引爆而是通過感應船隻的磁場、聲紋或者水中水壓的這個動量就啟動。你專業掃雷艦你可能就難以系統解除，所以護航編隊繞不開水雷，只能冒險穿越。就是這兒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技術問題，剛才我們說的這個 AIS 系統大規模失效。很多博主可能沒提到這個前面說過，超過1000多隻船它的導航系統受到干擾了，部分船隻呢已經被人為轉移到陸地上了，數百艘船只能在阿聯酋和阿曼水域形成一個異常的圓形排列圖案。這就意味着任何依賴 AIS 數據的實時分析，包括搜船網Marine Traffic 這樣平台呢，這時候顯示的船隻的位置都不可以完全信賴，數據本身可能已經被戰爭誤認了，就是我們圖上的這些綠點的位置在這個背景下，護航它的實際執行難度是遠超預期的海軍司令部在特朗普發出聲明不到24小時之前呢，就剛剛對航運業代表這個就說近期呢不太可能提供護航專門說完那邊就打臉了。這個時間差本身呢，說明白宮的政治決策和軍方的實際操作評估之間是有明顯落差的。所以護航不是不能做，而是一場賭注。一旦你的護航中所有船隻有船隻被擊中，崩塌的就不只是油價了，而是整個美國的這個最後擔保人這個老大兜底兒這個方案信用基礎可能就被擊潰了。就是有護航也會被打，你說你的船跟不跟他們走？所以所有的線索疊加到一起，會看到一個極其弔詭的多方困局。這裡是波斯灣的弗勒道伊海灘。能看到的是美國或者西方經濟，然後同步掐斷了自己最重要的石油買家的供應線，也封死了自己的出口收入來源。那美國呢，想利用護航和保海方案恢復這個油流，那面臨着呢軍艦本身也暴露在導彈射程之內，保險這個再保險的機制落地需要數週或者很多這個雙重的制約。那中國名義上獲得了通用許可，實際上船隊呢依然在拋錨觀望，能源供應鏈這種不確定性持續上升。那被困在波斯灣內裡邊3200多艘船每天都在消耗着高額的成本，等待一個沒有人知道何時到來的明朗的信號。還有一個就是被所有人忽視的道德風險問題。一旦美國政府衝到兜底兒，船東的風險它的感知就會被鈍化，反正有人賠嘛，走。這在經濟學上叫道德風險更多的油輪是在危險中航行伊朗打擊的目標就增多了那麼美國的賠付的壓力就增大了，戰事呢反而更難收場。歷史上所有的戰時信貸保險都有這個副作用，只是程度不同。
所以呢，在這場博弈裡邊啊，唯一還在移動的就是那些游走於制裁灰色地帶、沒有正規保險、AIS 信號本身就可疑的影子船隊啊，黑船是吧？那麼戰爭數據顯示啊，3月2號通過海峽的8艘船裡邊有3艘就屬於這類影子船隊。那守規矩的船動肯定是等待手續落地啊，那不守規矩的船已經在過了。所以這就是整個局面最深刻的諷刺，也就是國際秩序在極端壓力下的真實寫照。所以啊，回到開頭，特朗普的 DFC 城堡加海軍的護航組合，本質上是國家的安全工具對市場失靈的強行矯正。歷史上證明的這套模式啊可以運作，但是歷史的有效性不能自动延伸到今天，是吧？它的優勢是什麼呢？就是主权信用的無限背書可以快速的提振市場信心，軍事威慑呢在心理层面上有了真實效果。而歐内斯特·威尔的行動的这個先例就證明啊，這不是個這個笨辦法，可以用的。但它劣勢是什麼呢？就是法律它程序的落地是需要時間的。你精算模型崩盤啊，这個再保險，你不是你說修就能修的。護航這個隊列本身在高超音速導彈面前是面臨真實的生存威脅的，它可能不會每一個都打中，是吧？但是打中一個就麻煩了，所以道德的風險會隨着方案的推進逐步的積累。那如果戰事短期緩和，這套機制，或許就能成功的引導被困的這個油輪陸續的復航，緩解呢全球能源危機。如果衝突延長，賠付壓力、護航風險以及國際法爭議會逐步把成本轉移到了美國的納稅人身上，那時候已經是戰略層面另一個維度的博弈了。所以啊，在所有的這些機制和方案之上，有一個問題始終是懸而未決的，就是這一套方案的最終信用基礎是美國出手，伊朗會不會真的讓步？護航啊是威懾，保險是信心，但霍爾木茲最終會不會重新暢通呢？答案它不在華盛頓，也不在 DFC 的油箱裡邊，而在德黑蘭的這個新政府的它的決策室裡邊，幹不幹？投降不投降，是吧？戰爭在繼續，談判呢是在缺席，而霍爾木茲的水面啊，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安靜，不是因為和平，而是因為恐懼。大家好，這裡是宋說新語，一個關注科普和事故的小頻道。戰爭啊也是事故，所以我們也蹭蹭這個流量。大家有什麼想法呢？可以在評論區留言。我們下次再見，拜拜。